年期间，手机里莫名多了一款恐怖游戏，我刚打开就弹出一条血红色的公告：今日在线时长小于30分钟的玩家嘎。看着手机里略显狰狞的字体，我不禁有些兴奋。作为资深的恐怖类玩家，我忍不住摩拳擦掌，想好好体验一番。可无论我点击什么地方，屏幕上都始终只有这一行孤零零的血字和一串实时流动的倒计时。我本以为是我的手机卡了，可不管我重启程序还是重启手机，依然只能停留在这个诡异的画面。眼看什么操作都没有用，我怀疑必须等倒计时结束才能正式进入游戏，于是干脆把手机扔在了一旁，打开电脑刷起了剧。直到了晚上，当我再度拿起手机时，我懵逼了，屏幕上仍然只有一行血色的字迹，但内容却变了。恭喜玩家任务完成，你活过了第1天。折腾了那么久，合着就完了一句话，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心里升起一丝不满，我立马划回了桌面，想要把这款没用的游戏卸载掉。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是个流氓软件，任我怎么卸载都始终无法将这个游戏从我的手机里移除。等到了晚上睡觉时，一道刺耳的铃声突然传进我的耳朵，拿起手机一看，整个屏幕都被猩红的血色占据，一则公告弹到眼前：注意，今日游戏时间仅剩1分钟，请检查自己的任务进度。我抬眼瞥了瞥时间，还真是23点59分，但我并没有在意，随手把手机扔开，准备再度入睡。可没过多久，就有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从我的楼下骤然响起，紧接着过了大约10分钟后，几辆救护车飞速驶来，才有人小心翼翼地上传了几张全是马赛克的照片。小区里死人了，死相极惨，简直就是4分5裂，而且死了不止一个，有1栋的，有3栋的，有12栋的。听家属说了，不是什么谋杀，压根没人碰死者，突然就口吐白沫开始挣扎了，这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吧？业主群里众说纷纭，看着那几张模糊但惨烈的照片，我不禁皱紧了眉头，心里暗暗有种不好的预感。而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刺耳铃声也再度响起，一则公告顶到了手机屏幕上：第1场游戏结束，本地服务器玩家总数4800，死亡玩家1620，存活玩家3180。仅10分钟后，一则紧急新闻快讯就在某日头条上疯狂传开：疑似致命病毒在我市疯狂传播，发病前毫无征兆，死亡速度极快，目前病例达1600人左右，传播途径尚未确定，请市民务必小心。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看见1600这个数字，我也更加确定这场害人的灾变就是手机里的血红游戏所致。这款惊悚游戏居然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疯狂杀人。事到如今，我再也没法抵挡心里的担心和恐惧，迅速拨动3个数字，想要报警，可我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拨出，一则新的游戏公告已经强制占满了我的手机。欢迎各位进入血红游戏，游戏规则如下，请玩家们务必遵守。违者嘎：1. 本游戏仅玩家可见，请勿在现实中泄露关于游戏的一切。2. 接下来的3天，系统将推出3个不同的游戏场景和对应任务，完成者方可存活至下一天，失败者当场死亡。3天之后，若服务器内无玩家存活，则整座城市全部沦陷，加入更大规模的超级死亡游戏。若有玩家顺利通关，则时间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人类的存亡或许就把握在你的手里。从现在起，游戏正式开始。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也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深吸一口气，想着反正也逃不了，直接点击了是。几秒后，手机里闪烁起一阵猛烈的血光，径直把我吞没。本次游戏为双人副本，已为您匹配同服玩家。再睁开眼，我竟早已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身处一间陌生的中式婚房。精致的红布从房梁缠绕到地上，红灯笼里闪烁着温暖的火光。更诡异的是，我的身后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袭红装的新娘，细细一数，整整有18道身影，全都盖着红盖头，沉默不语。而我的身旁正站着一个身穿便装的女生，脸上写着一样的迷茫。与此同时，一道机械的嗓音突然响起：您面前有18位红装新娘，其中17位是恐怖的阿飘假扮的，仅有1人是真正的新娘。你们各有2次掀开盖头的机会，4次机会全部用完之前找到活人女孩。游戏胜利，失败则副本玩家全部死亡。请注意，副本持续时间为1炷香，若时间结束尚未完成任务，游戏将直接判负。话音落下后，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眼前的状况。一旁的女生主动向我打招呼：你好，我叫青青。我叫酱汁。看这个规则的意思，我们俩应该是纯粹的合作关系，4次机会并不算多，我觉得我们最好商量着一起做决定。我立马表示赞同，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各自围绕着婚房里的18位新娘转了2、3圈，仔细观察了每一位新娘的服装和身形，
差不多花了半炷香的时间。在碰头时，我叹了口气，我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本以为人和阿飘之间多少会有些区别，结果他们18个的外形就像复制粘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青青闻言也有些无奈，我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甚至还悄悄跑到他们每个人的耳边问了话，全都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理我。不得不说，眼前的状况有些棘手。虽然我也算玩过不少中式恐怖游戏，但真的跑到这种诡异的场景里，还是有点手足无措。青青闻言立马转头看向我，你是说你经常玩类似题材的游戏吗？是的，我玩过几款。那在类似的游戏里，人和阿飘一般都有些什么区别？我思索片刻回道，一般来说阿飘都没有影子，但我刚才已经仔细看了一遍，他们不仅有影子，而且影子的长短方向也都一模一样。还有别的吗？我想了想回答道，在有些恐怖游戏里，阿飘是没有脚的，小腿以下都是空荡荡的，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阿飘的原因。青青顿时眼前一亮，他决定挨个试试，摸一下这些新娘的脚踝，看看那精美的绣鞋里会不会是空气。可就当他伸手碰到第一个新娘时，那位新娘却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手臂，随后猛地掀开了自己的盖头，露出了一张极其诡异的脸。那张脸光滑无比，皮肤极其细嫩，却找不到任何五官。他嘻嘻一笑，发出了银铃般的声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嘴巴到底生在了哪里。哪怕提前做过心理准备，可当这样一张脸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惊呼。青青离他更近，显然也是吓得不轻。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出现，第一次机会已消耗，请继续寻找。婚房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好不容易平复了惊魂未定的心绪，青青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的神情。看来只要碰到其中某位新娘，她就会自己把盖头掀开。刚刚那个办法是行不通了。我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心里也有些发愁。不能碰也看不透，难不成只能靠猜？无奈之下，我们俩只好各凭直觉选出了2个答案。他掀开了第5个新娘的盖头，我则是选了自己的幸运数字17。可见到的都是没有五官的脸。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香炉里的檀香烧到了大概4/5的位置，而我们2个人也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青青的脸上已经写满了焦急，我不停拍打着额头，希望自己的脑子能赶紧发力，但它就像是上班时坏掉了一样，死活想不出任何东西。毫无办法的我，只能不停翻弄婚房里的所有器物，包括到处都是的红布和墙上的红纸，希望它们会是什么隐藏道具，或者暗藏着什么机关。眼看檀香马上就要烧到尽头，无奈的我只能拨弄着那红光闪闪的灯笼，希望能找到一点解谜的灵感。屋里的光芒摇晃了几下，青青突然猛地站起身来，我好像知道怎么过关了。听他这么说，我立马来了精神。青青指了指灯笼，你别停下来，继续摇。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是赶紧照做，重新摇起了灯笼。青青回头看向那18位新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走到了其中一位的面前。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原来人阿飘之分真的和影子有关。虽然所有的新娘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影子，但是当屋里唯一的光源灯笼不停移动时，只有一位新娘的影子会随着一起左右摆动，其他新娘的影子都是画在地面上的，根本纹丝不动。因此青青果断出手，趁着檀香即将烧尽，把这位新娘的盖头直接掀开，一张属于人类女孩的青色脸庞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恭喜2位玩家顺利通关，你活过了第2天。眼前一黑之后，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几秒后，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是否添加玩家青青为好友？没有半点犹豫，我直接选择了是。对方已同意，若后续副本依旧是多人任务，可直接邀请您的好友同行。第2天，小区里又陆续出现了几桩可怕的病毒死亡案例，我的心里十分清楚，这些都是在第1天副本里失败的人。终于到了晚上11点59分，熟悉的铃声出现，一则新公告占满了屏幕。第2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2652，存活玩家528。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紧握着手机，轻轻点击是。与此同时，手机右上角也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邀请标志，我赶紧抬手一戳。本次游戏为10人副本，您的好友青青已同意邀请加入房间，正在匹配其他同服玩家。猛地睁眼后，我已身处一所学校的教学楼，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应该是个对讲机。此时机械的嗓音响起，你们是10个鬼屋爱好者，据说这里常年闹阿飘，屡屡发生失踪事件，早就让你们垂涎已久。可当你们壮着胆子走进这里后，你们才猛然察觉，这里好像真的住着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阿飘。所以请你们尽快找寻合适的地点隐藏自己，10分钟后他将开始杀戮。
若能存活半小时，则该玩家通关。当然，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他都可以破门而入，把你们切成两半。逼仄的走廊里飘荡着粗粝的回响，配上学校阴飕飕的环境，让人不寒而栗。一位玩家举起手率先发言：各位，很明显这是一个类似于躲猫猫的游戏。我们这里有整10个人，如果绑在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既然系统给我们配备了对讲机，那大家就赶紧分开，各自行动吧。如果有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信息，请记得分享出来，这样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存活概率。众人闻言纷纷赞同，很快便各自散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我看向身旁的青青，我们俩一起走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我们朝宿舍区域奔去，推开一间平平无奇的寝室门，里面全是学生遗弃的生活用品。青青四下张望，寝室里能藏的位置好像也只有床底和衣柜里了吧？你想待在哪儿？衣柜太容易被发现了，我们还是躲在床底吧。就这样，我们两人一左一右融进了黑暗之中。此时怀里的对讲机率先滋滋作响，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喂，你们有谁是躲在教学楼5楼的？10分钟的躲藏时间已经到了，阿飘很可能已经进入学校了，不要一直敲我的门了，行不行？就算有主动找死的，也别拖着我下水啊！然而整整10几秒的时间过去，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直到1分钟后，才终于有了另一个声音：哥们儿别问了，我刚刚看过了，10个人里只有咱俩选了教学楼，我人在2楼，你最好祈祷自己是幻听了。我和青青对视一眼，而仅仅又过了1分钟，那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便再度传来：完了完了，我好像要死了！她就像一个从血池里爬出来的女人，穿着老师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消防斧，把我的教室门劈开了。我明明藏在角落的垃圾桶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可她一进来就死死盯着我的方向，朝我慢慢走过来了。怎么办？有没有人能救救我？男人不停啜泣着，我们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似乎有什么物品落地。一片死寂之后，对讲机里隐隐出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女人声音。第一个，教学楼里爆发起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一道道剁骨声在学校里不停回荡。听着对面楼里恐怖的声音，我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可仅仅几秒之后，对讲机里又传出了另外一个玩家的声音：不对啊，是你们的恶作剧吗？为什么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听他这么说，有人发出疑问：你在哪啊？不会也在教学楼吧？我在宿舍楼的6楼啊。此言一出，所有人的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一跳。这种时候你不要乱开玩笑啊！就这么2、3秒，他就从教学楼跑到宿舍楼了。所以我才问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啊？我去，好像有人在砸我的门。其他的玩家忍不住捏了把汗。你还好吗？结果他带着颤音说出了人生的最后3个字：他来了。惨叫声再度刺破天际，我做梦都没想到，短短的3分钟时间，10位玩家已经淘汰了2人。现在看来，对方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又可以透视，又能够瞬移，这还怎么玩？教学楼里唯一的幸存者说出了他的想法：各位，我严重怀疑，就是手里的对讲机暴露了我们的坐标。从现在开始，我会立刻把我的对讲机扔掉，换一间教室待着。你们最好也这样做。如果对讲机里真有定位器存在，那确实扔了才能更好的活下去。但倘若没有的话，我们剩余的玩家就将完全失去信息共享的可能。可还没等我们做出决定，2分钟后，教学楼再次传出了凄惨的哀鸣。显然，这位玩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幸好剩余的玩家里还有一道比较冷静的声音，努力安慰着众人：大家千万不要惊慌，这个游戏既然设置了通关条件，大概就不会是必死之局。逃生方法或许就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胆子大一点的，可以像我一样，慢慢摸索附近的每一间寝室寻找线索。胆子小一点的，最好待在房间门口的地方，方便观察阿飘是否靠近。尽量不要像前面几位玩家一样，把自己关在狭小空间里，只能坐以待毙。对讲机里立马响起了不少回应：没问题，我听你的。我和青青也觉得光靠藏匿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口。然而此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从对讲机里冒了出来：怎么办？敲门声好像跑到我这里来了。你在哪儿？我在宿舍楼5楼楼梯口。你确定吗？可我刚刚才从那里路过，根本就没有人啊。对讲机嗡嗡作响，听得我们满脑子雾水。2个人说的话为什么互相矛盾？正当我想开口再问一些细节的时候，一声惨叫瞬间爆发，从头顶的位置传了下来。我去，他真的被嘎了！我现在就在他的隔壁，但我刚刚真的没看到任何人接近这间寝室啊！完了，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救救我！救救我！这时刚才发动指挥的那位玩家终于再度发言：待在屋子里必死无疑，向死而生吧！你试试主动推开门，往楼道附近跑。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手里的对讲机，迫切地想知道他能不能从阿飘怪的手里跑掉。不对啊，
为什么我推开门后发现走廊里根本就没有人？而且敲门声还一直在持续。不行了，我要赶紧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躲到了5楼的杂物间里。不对，怎么我刚走进这里，敲门声就立马跟过来了？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也升起几分焦急。你赶紧像刚刚那样再推门出去吧。可他却愣住了神，说话变得结结巴巴。来不及了，斧子已经把我的门劈开了。痛苦的哀嚎瞬间撕破了黑夜。时间还没到10分钟，玩家已经折损过半。这个所谓的怪物也太诡异了。本以为透视加瞬移就已经足够变态了，现在居然还要加上一个隐身。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抗阿飘的信息或者道具。在2位玩家军逃窜无果陆续死去后，整个学校里已经只剩下我和青青以及那个一直在试图指挥拯救大家的人。无可奈何的我们只能不停奔走在不同的寝室里，生怕下一秒就被阿飘怪锁定了目标。直到沉寂许久的对讲机终于再度响起。剩下的2位，你们还在吗？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并且找到了一些可以佐证的材料，或许可以保证我们活下去。你们愿意尝试吗？闻言，我和青青顿时眼前一亮，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震惊无比。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现在立刻跑到操场上。什么？去操场上？我们俩都觉得有些震惊。他不会是被阿飘怪盯上了，想让我们主动出去送死，替他牵扯阿飘怪的注意力吧？对方的话到底能不能相信，变成了我们此时最大的困扰。可就是这么摇摆片刻的功夫，那可怕的敲门声居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附近。我和青青对视一眼，心中忍不住一紧，快跑！推门而出后，果然没看到走廊上有半点人影。但我们深知，不管跑到哪个隐秘的角落，他都会破门而入，直到把我们残忍杀害。或许是听到了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对讲机里那人也跟着焦急起来。你们被盯上了吗？相信我，来操场，来我这里，稍后会给你们解释原因的。面对几乎必死的局面，我们只好咬着牙向着操场跑去。不一会，我们就和那位所谓的指挥官会合了。他笑着安慰我们2人：“放心吧，咱们已经安全了。”果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好几分钟过去了，那个阿飘再也没有出现过。青青忍不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指挥官女孩轻轻一笑：“刚刚我在办公室里躲藏时，发现了一本破旧日记，上边记录了关于这个阿飘的由来。其实这个阿飘名为张美美，她本是一名善良的女教师，可正是因为她长得漂亮，结果被几名肮脏的校领导盯上。在某个加班的雨夜，张美美惨遭几名校领导的侮辱，并且还被残忍杀害。而那些校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将张美美的尸体焊进了双层肛门中。自此之后，张美美便化作成阿飘，狙击消防服，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其实她并没有隐身瞬移的能力，只不过她可以在任意一扇门里穿梭罢了。所以说，只要我们躲在空旷没有房门的地方，就可以躲避张美美的追杀。是的。此时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半个小时的时间已到，恭喜你们3人顺利通关。就在我们即将返回时，我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天真的谢谢你。”女孩笑着说道：“我叫小美，不客气。”眼前一黑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以相同的方式添加了小美为好友。随后我放下手机，打算睡一个好觉，准备养精蓄锐迎接最后一关的考验。而接下来的1天时间里，我就睡醒了吃饱了睡，希望以此能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不知不觉间，时间终于到了第3天的晚上，熟悉的铃声出现，一则新公告占满了屏幕。第3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508，存活玩家20。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再次弹出了那个熟悉的窗口，是否进入最后一场游戏？我深吸一口气，点击了是。本次游戏为全员副本，正在匹配所有玩家。再次睁开眼，我们已身处一个巨大的天平之上，天平的下面则是滚滚的岩浆，不停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我们的对面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孩。正在众人疑惑不解猜测关卡时，刺耳的喇叭声再度响起。你们是20位阿飘审判官，一直秉持着平等公正的原则，而你们的对面是一位受冤的阿飘，即将要被打入下方的岩浆地狱。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正确的方法，让天平保持平衡，完成营救任务。此次关卡限时5分钟，切记，若5分钟的时间营救失败，天平会永远的失去平衡，你们也会坠入下方的岩浆地狱。祝你们好运。话音刚落，头顶上的计时器已经开启了倒计时，而那个女阿飘不知从哪里来的神力，仿佛瞬间变得有1000斤之重，压得天平开始向左慢慢倾斜。此时天平另一侧的众人开始惊慌起来，一位大叔喊道：“我们20个人的体重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斤，可这依然不足以压住天平。对面的女阿飘到底有多重啊？”是呀，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大重量的极限了，照这样下去根本不行，大家快想想办法。这时小美再次站了出来：“大家尽量站在天平的最末端，这样可以让我们远离中心点，
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重量优势。然而，即便我们集体站到了最末端的位置，却依旧不是女阿飘的对手，甚至天平向左下坠得更快了。此时的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大家变得更着急了。而刚刚那位大叔因为站得太边缘，突然一个没抓牢，径直地从天平的末端掉了下去，伴随着一声惨叫，大叔瞬间就被滚烫的岩浆烧成了灰烬。然而就在这时，敏锐的青青却察觉到了一丝端倪，我好像知道如何让天平达到平衡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仿佛抓住了生命稻草，急忙地上前询问什么办法，快说快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刚刚那位大叔掉入岩浆之后，天平向左倾斜下坠的速度变慢了，也就是说，这局可能根本不是通过重量来让天平达到平衡状态的，而是正如规则中所说的，我们要秉持着平等公正的原则。你们看，对面只有一个女阿飘，然而我们却是一堆人，这恐怕要我们……说到这时，青青顿了顿，眼睛看向周围的10几号人。此时一旁的小美顺势接上了青青的话，恐怕是要我们自己跳入岩浆，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让天平达到平衡，甚至是说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此言一出，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可伴随着时间流逝，天平向左倾斜的角度更大了。青青再次站出来安慰众人，大家不要灰心，你们还记不记得游戏总规则的第3条？若服务器内玩家全部死亡，整座城市也会全部沦陷，但只要有玩家顺利通关，则时间会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也就是说，我们其中只要有一人能活下来，那么死去的所有人都能复活。小美也附和道，是的，我们现在要勇于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为了避免多余的牺牲，我替大家一个一个往下跳，并时刻关注天平的状态，不管活下来的最后一个是谁，都希望他能够将死去的所有人重新复活。此话一出，瞬间激发起了众人的勇气，纷纷表示赞同。其中一个人还将随手带的卫生纸撕碎，上面写好了1到19的数字，让大家抽签决定跳下岩浆的顺序。而我不知道是不是踩了狗屎运，抽到的号码正是19。青青和小美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是15，一个是1。抽到1号的小美并没有胆怯，反而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命由我不由天，希望我们还能再见。说完，她便主动跳了下去。而接下来的时间内，大家按着抽到的顺序，犹如下饺子一般，一个个英勇地跳入了岩浆中。而巨大的天平也不再向左倾斜，缓缓地变得平衡起来。终于在倒计时即将结束时，天平达到了完美平衡，而存活下来的也只有我自己一人。此时天平对面的女阿飘发出了阵阵笑声，哈哈哈，你真幸运呀，成为了最后的赢家。现在你有3个选择：一，你可以成为这款游戏的代理人，继续扩大规模，让更多的人参与挑战；二，回到你的世界，向所有人保密这件事，你可以拿走丰厚的资金奖励，但其他死去的人不会复活；三，时间倒退到开服之前，你没有任何奖励，但所有人可以重新复活，你自己选择吧。我看向那个女阿飘，我想你就是上一次开服游戏中的最终赢家吧？女阿飘轻轻一笑，没错，但我和你不一样，在我面对最后这关的挑战时，所有人都不愿意自我牺牲，他们拼命将队友往岩浆里推，而我侥幸才在激烈的打斗中存活下来，所以我选择继续扩大规模来考验人性。降 G， 就算你救活了所有人，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你要不要留下来和我一起？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忘记青青和小美，不会忘记死去的队友，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牺牲。我选择3，退回开服之前，复活所有人。随后我眼前一黑，回到了3天之前。我的手机上再也没有了那款恐怖的游戏，小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此时的我感到无比的轻松，打算去楼下吃顿火锅奖励自己。没想到正好碰见2道熟悉的身影，他们见到我后轻轻一笑：“你好，我叫青青，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深夜，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死亡讣告，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于4月1日不幸去世，深感哀痛，仅此讣告。4月1日，明天。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发错了时间，还是有人在恶作剧。下一秒消息被人撤了回去，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一眨眼的功夫，对方又发来消息，这一次不仅有讣告，还有一项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透着一股诡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他的确叫孙振国，住在3单元，可他活得好好的。不久前去超市时，我还遇到他来买烟。带着好奇，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一望无际的黑，连昵称也是空白的。点开他的朋友圈，只有一道黑线。我正在疑惑，手机突然响起，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你竟敢诅咒老子，是活腻了吧？你是谁？赶紧滚出来！有本事咱们单挑！”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他不甘心，又艾特了楼长，问他黑色头像是谁。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
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可第二天孙振国真的死了，死于车祸。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忙不迭地打开手机，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这是怎么回事？不对，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这也太邪门了。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3个月后，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下班回来的我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2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哀痛万分，仅此讣告。明天就是7月25日，真的又有人要枉死。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赵硕，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我看到了。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或许是被吓破了胆，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我已经报警了，孙振国的死太震撼，太恐怖了，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10分钟后，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一组查看监控，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一组群访小区住户，寻找杀人线索。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可赵硕还是死了。25日清晨，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赵硕破窗而出，接着是一声闷响，死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哪是讣告，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赵硕跳楼了，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谁知道呢？这也太邪性了，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谁说不是呢？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调查结果显示，案发现场没有第三人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暂定为自杀。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我没想到，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咚咚咚，你的外卖到了。夜晚的敲门声竟让我有些心惊肉跳。麻烦放在门口，谢谢。外卖员应了一声后，脚步渐行渐远。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迅速将打包袋拿进房间，随后将门反锁。取出外卖盒的刹那，我一下子愣了。盒子的底部粘着一张折叠的白纸，颤抖着双手打开白纸，又是一张熟悉的黑白照片。死亡讣告：3单元降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死亡，深感惋惜，仅此讣告。看完上面的每一个字后，我的手一抖，电话掉到了地上，好像被晴天霹雳击中。这是我的名字。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我迅速报了警。挂断电话，手机显示为10时50分。我忐忑不安地祈祷着警察能尽快赶到。时间1分1秒的流逝，强烈的恐惧下让我的头昏昏沉沉，我吓得躲进了卧室里。突然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紧接着声音渐渐离远，好像进了厨房。再从厨房出来后，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他真的来了。我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手也不住的发抖，颤抖的嘴唇咬紧牙关，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贴着房门蹲了下来。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浑身止不住地发抖。接着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却透着杀气的男声：江之，看到你的讣告了吗？我来送你上路。咚咚咚，把门打开吧，也逃不掉的。男人嘿嘿一笑：锁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吗？下一秒是钥匙转动的声音，我不禁将脑袋探出来，门口一双邪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我被吓得瘫倒在地上。别过来，我根本不认识你，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他愣了几秒，也不认识我正常。你还记得宋玉吗？我是他哥哥。他眯着眼睛，咬牙切齿地问：宋玉。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猛地一沉。初中时代，家庭优渥的我无人敢惹，大家争先恐后地巴结我。宋玉是插班生，虽然是个乡巴佬，学习成绩却格外好，加上她长相甜美，很快就得到老师和很多同学的青睐。我觉得宋玉威胁到了我的地位，把她作为假想敌，处处针对她。于是我找了关系要好的2个朋友，制造了一场绑架案。这件事发生不久，宋玉就退学了。最初我很愧疚，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想起来了吗？他阴森森地开口：我知道错了，你放了我吧。宋玉退学我也很难过，我只是想吓吓他，没想怎么样，他应该去别的学校读书了吧。读书？他死了，被你害死的。什么？宋玉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1天1夜，早就吓坏了。终于有人打开了房门，
他以为自己获救了，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恶魔。被欺负的宋玉患上了抑郁症，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你们都该下地狱！男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声嘶力竭地吼着。我缺氧到喘不过气，两只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我不知道会是这样，我只是让赵硕吓他，对不起。道歉的话亲自对宋玉去说吧，我这就送你去见他。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安全了。宋玉哥哥被赶来的警察制服，正在接受审查，似乎预感到我醒了，他猛地看向我，眼里再次杀气腾腾。我害怕地将头缩了起来。意外的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讣告，始作俑者竟然是我。当初是我指挥赵硕和另一个同学绑架了宋玉，另一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因病过世。孙振国就是闯进破房子的恶魔，他和赵硕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似乎是个幸运儿，可现实告诉我良心的谴责和深夜的噩梦，让人生不如死。我不配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只能祈祷校园霸凌越来越少，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